这是一个神奇的房间，房间里有1万个按钮，每个按钮随机对应一样东西，只有找到正确的那个才能逃出升天。这样的密室逃脱游戏你敢玩吗？小美被困在这里1天1夜了，为了找到出去的办法，她只能挨个按钮尝试，可按了几十个，开出来的竟是些没用的东西。无聊的她对着一个筷子按钮玩了起来，无数双筷子从墙里噼里啪啦飞出来，小美越玩越嗨，结果一不小心按到了旁边的按钮。突如其来的推车差点把他的腿给撞断，气得他一巴掌拍在墙上。受尽了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，小美无奈地躺在床上，她越想越生气，一把扔掉手里的气球，没想到竟然砸出来一份寿司，饿得饥肠辘辘的她开心极了，总算开出来一样有用的东西。看着空空的油碟，心想如果再有一份酱油就完美了，于是她开始尝试其他按钮，可是不管按哪个，掉出来的都是没有酱油的寿司，没办法，看来只能干嚼了。不管怎样，总算可以饱餐一顿。恢复体力后，小美重拾信心，准备继续按按钮。小美郁闷地躺在地上，随手按了一个身边的按钮，结果掉下来一副 3D 眼镜。戴上眼镜后，她惊奇地发现墙上居然出现了一个小天使，小手疯狂地提示按这里按这里。小美兴奋地跳了起来，她以为终于解锁了逃出去的密码，激动地按了下去，没想到房间立刻暗了下来，身后亮起一个红色的倒计时，随后一个巨大的蜜桃从屋顶缓缓下落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小美渐渐适应了房间里的生活，还津津有味地看起了漫画书，一连追了5本。可当她想看第6集时，开出来的却是第7集，随后是第8集，接着第9集，这也太坑人了吧！就在她疯狂找书时，身后居然开出一道神秘的门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门就落了下去。小美根本不记得按的是哪个按钮，只好硬着头皮挨个去试，结果第一下按出来一个非洲大长腿，一跑一过，看得小美一脸懵逼。她又试了第2个按钮，一道长长的水流从天而降，被迫洗了个头。好在眼前的按钮并不多，很快她就把门按了出来。她激动地跑过去，可按钮很快就弹起来，紧跟着门也落了下去。小美只好回来再按一下，这次她准备加速冲刺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她又换了个100米姿势起跑，但还是不行。于是她开始利用开出来的各种工具，可时间总是差那么一点点。经过无数次失败的尝试，她终于发现，如果一直按住按钮，门就始终不会落下。于是她把之前开出的大花瓶搬过来，可是花瓶的重量不够。小美灵机一动，如果把花瓶里装满水不就行了吗？可当她按下水流的按钮，才发现水好像装上了定位系统，她走到哪儿水就跟到哪儿。忙活了大半天，变换了100多种姿势，接到的水连浇花都不够。可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她想到可以用寿司来代替水，连续按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装满了花瓶。可当她蹲下去准备搬时，这才发现寿司好像装多了。她用力使出吃奶的劲儿，花瓶却纹丝不动。想用手掏出来一些，可瓶口太小了，手根本就伸不进去。关键时刻，开出来的筷子终于派上了用场。时光一点点的流逝，一旁的铁树都开出了花，小梅总算夹出了多余的寿司。可当她把花瓶搬过来时，眼前的按钮到底哪个是门她又忘了。没办法，她只好一个个去试，结果又把大长腿拍了出来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这哪是人干的事啊！气得小美疯了一样把寿司糊到按钮上，没想到还真让她给蒙对了。门又开了，本以为寿司真的能糊住按钮，可下一秒按钮再次倔强地弹起来。小美越挫越勇，她又换上了宽胶带。既然胶带能捅破，那就换一块铁皮。小美一路粘到了门口。小美就这样在房间里待了1天又1天，牙膏都用掉了好几支。这天她正要按牙膏的按钮，无意中按出来一条绳子，这让小美再次看到了希望。她用脚踩下按钮，然后利用绳子荡到门口。这次她终于成功了，可门里竟然还有一个门，怎么打也打不开。手拿开一看，上面居然有个钥匙孔。赶在门落下的最后1秒，
小美急忙跑了出来，老妖差点被门框给磕碎，气得她狠狠地踹了一脚墙面，没想到竟然踹出来一把钥匙，形状和门锁完全吻合。可要是转瞬即逝，小美根本不知道自己踹到了哪个按钮。她照着自己的脚感模拟了几遍，找到了大致的方位，于是随手按了一个。简单平复心情后，小美鼓起勇气又试了另一个按钮。这次小美做足了心理准备，她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试了第3个按钮，终于按对了。吸取之前的教训，小美决定先做个标记。她用手指着按钮，然后一步步向后退，趁按钮不注意，一个快速的左手换右手，捡起了一片寿司，接着快步走到按钮前，成功做上了标记。小美胆战心惊地再次尝试。这次终于找对了，而且很快他就想到了拿到钥匙的办法。先是利用绳子拿到钥匙，然后故技重施，再用绳子荡到门口。可现实总是不尽如意，绳子太短，够不到钥匙的按钮。于是他又想到了一个补救措施，就是用皮揣子吸住墙面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次小美一气呵成，顺利拿到钥匙，并且打开了大门。接着她把钥匙插进了锁孔，成功的喜悦跃然脸上。可门锁拧开后，门却怎么也打不开。小美抬头一看，上面竟然还有一把密码锁。没有这么完人的吧！老妖再次受到了重创，小美愤怒地摔飞了皮揣子，没想到又把大长腿给开了出来。小美突然反应过来，大长腿的头上正好有3个数字，难不成这就是密码？经历了3进3出，小美打开了所有门锁，门终于开了，彻底告别了盲盒房间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门里的空间太小了，小美整个人被卡在了门口，根本就出不去。她瘫坐在狭小的隔档里，开始怀念房间里的点点滴滴，她不由得哭了起来。但是已经回不去了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突然一股微风吹进来，小美一拉身边的隔板，一条通往光明的大道浮现眼前，她毫不犹豫地起身冲了过去，开心的一路狂奔，奋力穿过一道道大门。也许我们都应该像小美一样，面对挫折永不放弃，最终一定能迎来柳暗花明的时刻。穿过了999道门后，小美来到另一个房间，墙面上布满了奇形怪状的小天使，接着天使一个个渐渐远去，只留下满墙的小钉钉。没错，这又是一个新的盲盒房间。经历了千难万险，小美终于闯到了第2关。